Among a myriad of stars, the Valkyrie's voyage begins. 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我们来看弗雷亚。那由于我旧的弗雷亚教学正片已经和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就再重新介绍一次弗雷亚。首先，被动和二技能绑定，使用二技能可以增加2下的攻击速度。普攻打到任何敌方单位会加一个英灵灯，但是用一次二技能要消耗2个灯，灯都没亮就会没办法用二技能。另外，现在只要离开战斗，会自动把英灵灯给一个个点亮，所以弗雷亚现在已经不需要去担心叠层跟延续的问题了。一技能现在为普通的一个跳，可以击飞敌人并获得一个护盾。大招指定区域飞过去造成伤害跟缓速后，成为女武神，在空中时是免控的，掉下来后变身。普攻范围变大变远，还会增加攻击力跟普攻回血的能力。再来选角跟出装，由于我们主要攻击手段就是二技能，也是一种位移，所以我们特别怕赫洛斯跟麦西塔的大招。库弗拉不怕，因为被断不影响伤害。然后我们还有点不喜欢艾斯美拉达，因为他会吃我们的一技能护盾，这是弗雷亚前期唯一换血的手段，会变成没办法打压制跟优势。出装的话，我建议打线的话就出石头棍棒带暂时灰烬。因为需要消耗跟爆发，出石头棍棒可以让英灵灯变得超容易击，对线换血的能力会变得很恐怖。打野就出腐蚀战连带刺客灰烬，因为目标大部分是野怪，不需要让自己的手那么累 ，gank 的时候加上缓速效果也会更好。再来，百战神斧跟无尽对决都是增加回血能力跟减 CD。最后2件要在追求伤害，就建议海魂戟跟破甲枪。想要提高生存能力，就是神域和蛮力胸甲，自己看情况出。小灰烬第一个带冲击加攻击力，搭配百战神斧效益最好。中间的话，如果是打野，最好还是带魔族克星，不然打太慢了。打线当然就带鲜红盛宴，最后一个带杀戮盛宴或是战役激昂，2个都不错，自己爽就可以了。至于战场技能打线的话，想要在前期打更凶，我推荐带知遇之拳，反击的话则是团战会比较强。再来，我们就来看实战了。那这场我们是双排的排位赛，带来的是打野的弗雷亚。那开场买打野鞋，现在其实是有一个 bug 的。我明明就预设好出装是红色的延吉猎杀，但是开场却都推荐我蓝色的冰刺猎杀，这点造成了我们打野玩家的极度困扰，希望可以赶快改善，不然还得自己点这么多步骤，好累啊。好，那由于野怪出生的时间跟打野的速度和之前我其他的打野英雄教学都有点不一样了，之前有调整过，只是我还没出新的，没关系，现在不就出了吗？所以现在我推荐大家留猎杀来抢河道花，但是大家抢到河道花记得要立刻撤退，要记得打架都是为了抢地图资源，而不是杀人。那我们打野怪的时候，记得二技能按下去之后是可以立即打出普攻的，又因为有加攻速2次，所以就是记得这个节奏。二技能1次打2下普攻，这样来维持我们的被动英灵灯。不过河道花是会移动的，目标要在范围内才好接上普攻。把二技能先用掉也没关系，增加的攻速是可以存一小段时间的，而且可以存6次。我们在屏幕下方的小图示转完之前，再次使用二技能就可以继续存着。这点和之前是差不多的，不过现在这个已经不是很重要了，摸摸野怪就可以把英灵灯叠回来了。和以前不同的是，现在大招不能回满英灵灯，所以打最后一只野怪，待会可能需要打架的时候要把英灵灯给集好。这边4级了，可以尝试抓一下金地路的凯莉，一定要记得 gank 要果断，而且不能恋战，直接大招过去，凯莉交闪，在一技能跟上，二技能继续追击。赶时间的话，普攻打1下就好，不一定要打2下，因为位移跟自身的位置也很重要，和打河道花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过刚才杀完凯莉，我已经没大招了，而且布拉瑞克还很帅气的帮我扛了2下塔，这边状态不好，是不应该再继续打架的。
但这是有走未带的节奏，我是基于没办法之下才在这边打一打。不过却看到海绵宝宝残血了还跑出来，这边直接跳他二技能接普攻，可以普攻2下，当然还是打2下最好，不然没有英灵灯会没办法使用二技能。海绵宝宝甚至把猎杀交给了河蟹，所以我们赶紧上来抢乌龟。不过我上来却发现队友都不在，所以决定先吃蓝 buff， 顺便回状态。再次提醒，要打架之前一定要把英灵灯给集满。这边吃完蓝，还没有看到敌人的小头像之前，都不要着急，我们先等布拉瑞克去看视野，所以趁这个时间，我们再把这个小野怪给吃一吃。看到小法了，但是他们都离防御塔太近了，我还没有在打乌龟，这边不应该去追小法，要让他们出来才对。这边这个会战的位置开得非常差，没办法之下，我也只好跟上了。但我们要打，要去追能够追死的目标，所以我这边大招跳小法。不过这边这个智能施法非常烂啊，我是不太能理解这下为什么会往下走，但也没办法，偷懒了，没选方向，造成了这个大失误，没能收掉小法。而且我又看到还有2个敌人在旁边，这边没办法，只好再撤退了。先等一下我们家的悟空跟布拉瑞克回来，我们再来抢乌龟。队友快到了，我先拉一下，找个好位置再来打。敌人们看到我在打就跑出来了，但是现在还没看到小法，他在右边。可是我们家的队友们都跑去追人了，哎，他们都搞错方向了，把敌人赶走并没有错。不过稍微赶走之后，抢乌龟还是要找敌方的打野啊，而不是像这样子让我跟海绵宝宝比，看谁猎杀安得准。而且队友都把敌人赶太远了，就算打架我也跟不上。我以为海绵宝宝包夹过来，我大招过来，不过他已经跑掉了。不过这也是象征性的参与一下，因为战线被拉太远了。虽然我还意外捡了个尾刀，不过我还是想要说一下刚才的情况。虽然这场结果是好的，但是那样会变成敌方打野跟我抢乌龟嘛？那万一敌方打野是去参加会战，不就变成我方去跟敌人少打多了吗？因为我在敲乌龟啊，所以请务必记得，打架是为了争夺中立资源，打侵略是为了不让敌人拿小兵或野怪的经验跟钱。所以说刚才的一切，即使这场结果是好的，但在正确观念里都是错误的。所以刚才布拉瑞克的正确做法，应该要闪队友撤退，然后去找敌方打野的位置，并且尽量不要被消耗到，这样长期下来才会在对局上更有好的影响力。这边布拉瑞克在猜敌方的河道花视野，我们注意不要被看到，否则他们就会有警惕，接下来的会战就打不起来了。所以这边敌人们就通通没有意识到我也在旁边，直接大招跟上，距离不够在1技能跟上，再不够在2技能跟上。这次我学乖了，有乖乖选2技能的方向了啊！对了，我们的2技能也可以缓速敌人，如果大招有踩到敌人的话，敌人会被缓速的很惨，虽然刚才没有踩到小法就是了。然后这边凯莉直接交闪，要记得没弄到的、没机会秒杀的，我们直接放弃，不要浪费时间去追人。这个时间可以去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在这120秒内，我们再趁凯莉没有战场技能的时候再来弄她就好了，是不是？凯莉不退贪心了，我们有的是机会，1技能封她退路跟加护盾，延击猎杀交下去提高伤害。在草丛旁边打，记得一定要指定方向，不可以再偷懒指点一下。诺瓦利亚包过来，再大招跟上1技能跳她交闪没关系，我们2技能也可以穿墙，而且我们有出腐蚀战连也能缓速她，还有加自己的跑速，所以才可以慢慢走路过去追死诺瓦利亚。这边乌龟出生了，但敌方的蓝也出生了。我建议这种情况都先吃敌方的 buff， 因为敌方少人肯定不敢打，抢完再回去拿乌龟，这样才可以把敌人榨干。因为要是先拿乌龟，就没有空间再回来抢蓝了。也顺便强迫敌人跟我们打乌龟的争夺战，但这边我都还没有看到敌人，所以先收个蓝 buff 再看情况。看到诺瓦利亚大招交了，敌方小头像终于都出来了，我们不着急，反正蓝都打了，打完再跟上，这时候对面会比我们更着急，A 一下乌龟让对面更着急，再先把好收掉的河道花先收了，这边还是只是丢丢远程技能消耗而已，我们再找找机会，再打几下乌龟把敌人勾引出来。这边
终于看到海绵宝宝位置太靠前了，我大招跳诺瓦利亚空大了没关系，先2技能穿墙再跳才可以给上控制。不过弄到安卓拉就先杀安卓拉，海绵宝宝死定了的，不需要去理他。贝拉妮塔很难追，所以直接无视他就好了。这样打乌龟是不是舒服多了呢？但是这边如果可以的话，把猎杀留起来继续抢敌人的红会更好。但是我当时是选择了稳健一点，因为后面贝拉妮塔的视野不见了，所以这边我们没猎杀了，就回家收收野怪，不要贪心。要记得打野的经济来源就是野怪，还没满装，还没15级就必须要不停的刷野。然后这边你们看那个布拉瑞克，虽然看到敌人的红还在，但是没有跟着打野的方向绝对是错误的，因为他就算看到敌人打野去吃红了，我们也没办法抢啊。而且要是他刚才有跟着一起下来的话，花火刚才应该是不会死掉的。所以拜托各位游走位一定要跟着队友的方向啊，无论是跟打野或是跟射手。这边敌人想拆塔，我们英灵灯满的话，距离太远也可以先用一次2技能拉近距离再大招。腐蚀战连出了之后有攻速了，就不怕英灵灯在战斗中急不回来。诺瓦利亚交闪躲了我的击飞，但还是被我2技能最远距离刮到，再赶快击英灵灯，被贝拉妮塔大招，幸好没被石化，赶快2技能离开范围。那这边我看队友一副想要继续打的样子，我赶紧闪个撤退灯，对面蓝也没了，赶紧回家收已经生出来的野怪。经过中路也尽量不要被小兵看到，能绕开就绕开。布拉瑞克如果可以做到这点会更好，因为那样敌人才没办法透过看小地图得知我们的位置。而且塞西利奥并不欠缺清兵速度，也影响到花火的安危，敌人看不到我们才比较不敢去冲花火的脸。那这边我看到我的队友们去包夹凯莉了，海绵宝宝也在中路，但是贝拉妮塔在我面前经过，代表他孤身一人，而且这边离防御塔很远，所以我们可以尝试追击他一下。那贝拉妮塔没有选择逃跑，就是送头啦，我们连大招都不需要交。然后现在领主准备要出生了，我们的下路也把兵线给清掉了，现在就可以直接来打领主了。不过我注意到敌方的红要生了，我先来看看有没有办法先把红给抢掉。和刚才同样的道理，顺风就是要扩大优势，不要留资源给敌人。但是敌人们包夹过来了，而且我的队友是选择直接去打领主了，所以我们就只好先撤退过来，先把领主给抢了。因为我们是打野嘛，所以猎杀也不可以交在红 buff 身上，要回来顾领主。虽然我也没有用到就是了。那这边原本我是想先回去收自家的红 buff， 然后再去带一下下路兵线。不过看到队友们在抢蓝，所以还是先去掩护一下队友，再回去带下路。为什么要急着带下路呢？就是因为领主会出生在上路，领主出生的路会是在敌方防御塔被消耗掉最多血量的那条路上。如果都一样，领主就会是生在中路。所以像悟空现在的那个行为，就是等于在送领主。领主走的那条路，只需要看到敌方跑到外面来清领主的时候，再去把敌人给抓掉就可以了。所以拜托直播时找我一起玩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再乱清兵送领主了，没注意到就算了，领主都走出来了还去清那条线，我就会很无奈。就是因为悟空刚才的行为，导致我们连拆个2塔都非常吃力。如果这波领主控得好的话，我们将会多一波超级小兵，那样的话打上高地也不是什么问题，也不至于让我在这边还浪费一个大招来拆2塔了。为什么要开大呢？就是因为我们弗雷亚的大招是个逃跑神技，我们飞在空中的时候是免控的。那这边高地塔还有防御保护，而且能走上敌方高地的也只剩下一条兵线，果断撤退。正常来说，至少要有2条兵线同时上高地，压塔才有意义。花火还在浪，那是他家的事，他可能有自信，我们不管他。趁他吸引敌人的目光的时候，我们去把野怪收一收，顺便回个状态，也顺便等队友复活。那这边遇到敌人，小地图上没看到其他人，就得预设其他敌人全部来追我们了，所以直接逃命，而不是过去跟他拼。看吧，是不是？所以刚才花火才有空档把中路2塔给摸掉。虽然我是觉得我1打3也打得赢就是了，不过不用冒那个风险。这
边我有大招了，过来让一下。一技能的护盾可以让我们抵挡海绵宝宝的伤害，大招的免控也可以抵消掉海绵宝宝的大招定身。但是海绵宝宝并没有对我发起进攻，只有贝拉妮塔，所以先假装逃命，等队友到了再上，还抽空带了一下兵线跟集满英灵灯。一技能击飞贝拉妮塔，安卓拉买1送1。刚才大招缓速海绵宝宝，我终于没空大了，然后二技能跟上收掉，很可惜最后诺瓦利亚我追不上了，但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大招 CD 跟兵线这边直接清掉，配合下路兵线一起上高地，然后上路兵线走到高地前还有一点时间，我再吃一只野怪，待会趁敌方英雄还没复活的空档时间，可以稍微压一下高地塔，然后再回去打领主。好，就是现在，敌方少人，兵线3条全上高地，能破多少就破多少。二技能增加攻速拆塔，顺便清兵。诺瓦利亚离开地图范围，害我全部空招。不过小兵进入主堡范围了，我们直接打主堡。结果因为我们的大招变成是建设伤害，还不小心杀到安卓拉。布拉瑞克扛塔也扛得很好，保护了小兵，就连领主都不用打了。好，那弗雷亚除了打野之外，其实打经验路现在也很强势。但放一期的话，影片时间会太长，我会太累。下一期我再给大家带来弗雷亚经验路的解说。那弗雷亚肯定是会被削的啦，而且今天这部还没有把弗雷亚脑冲的精髓给展现出来。我们要玩要快啊，把握最后能爽的时间了。这可是 M7 世界冠军赛全上班位的英雄啊！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我是小雨，我们就下期再见啦。